大家好啊！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绝区零》3册的游戏指南，会以最简洁但也最清晰的形式跟你说清楚这个游戏的基础玩法、干点、克点，以及对比2册时的一些优化改动，还有个人觉得可以再改进的一些地方等等，肯定对屏幕前想要入坑或者正在观望要不要入坑的你有所帮助的。可以的话，还请大家不要下次一定。当然，本期视频仅只针对3册，后续公测如果还有改动，我会再出一期类似的视频，带大家保姆级入坑，爱你们哦！基础玩法1：剧情解谜。绝区零这一款游戏，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剧情，都要在一个充满格子的棋盘上进行解谜探索，包括但不限于找暗道、拿金币、推箱子等等等等。解谜过程中会时不时出现以 CG 还有漫画等形式呈现的剧情演绎，个人认为绝区零的剧情还是值得一看的，人物表情生动，运镜也非常不错。当然，屏幕前的你如果是不爱看剧情的玩家，也是可以自行选择跳过的。这里仅跳过的只是游戏剧情而已，并不用担心什么人生被跳过的问题。基础玩法2：肉鸽玩法，也就是类模拟宇宙玩法。这个玩法是解谜玩法的一个进阶版本，场上会多出一些随机给你一些 buff 或者 debuff 的格子，让你的战斗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玩过星铁模拟宇宙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个玩法往往是最上头的玩法，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玩法后续很有可能会成为绝区零的一个核心玩法。基础玩法3：战斗玩法。作为一个动作游戏，这个玩法是最重要的玩法，所以现在开始请做好准备，我打算把饭嚼碎了喂在你的嘴里。如果是手机端，请按屏幕左下角；如果是电脑端，按 WASD 就可以进行移动。至于空格键，绝区零这个游戏它并没有跳跃，所以按空格键其实是切换角色。手机端点击这个图标，电脑端点击鼠标左键，我们就可以普通攻击。每个角色的普通攻击效果不一样，一般来说就是这样的多段普通攻击。接下来 E 技能，绝区零的 E 技能分为强化 E 技能和普通 E 技能，当能量条足够的时候可以使用强化 E 技能。能量条在角色血条下方显示，当能量条高于这一个红标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强化 E 技能。来，我们按 E， 使用的就是强化 E 技能，再按 E， OK， 继续强化 E 技能。现在当能量条低于这一个红标的时候，我们 E 技能的图标也会变灰，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使用普通 E 技能啦。至于获取能量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对面就可以获得能量值了。游戏中各种方式攻击对面，不仅可以累积 E 技能的能量值，还可以累积这一个叫做宣响值的数字。当这一个宣响值累积达到了3000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释放 Q 技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宣响值是全队通用的。我如果让一个角色释放的 Q 技能那么队伍里其他的角色就不能释放了就要重新累计这一个宣响值了。所以实战中大家要注意让谁释放 Q 技能呢？还是要好好斟酌一下的。手机端点击这个图标，电脑端点击右键，我们就可以对怪物的攻击进行闪避。同时，如果长按这一个图标或者右键的话，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冲刺状态。面对怪物的攻击，我们除了按右键进行闪避以外，我们还可以按空格键切换出队友进行格挡。队友每进行一次支援格挡，都会消耗这个图标外圈的一层层数。实战过程当中，按空格触发支援格挡比按右键触发闪避的收益是要高很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能按空格就按空格。不过空格也不是免费给你按的触发支援格挡的条件有2个。第一个，我们这外圈的支援点数的层数是要充足的，不能归零。第二个，
我们按空格键切换出的下一个队友的格挡模式要适配当前敌人的攻击模式，满足这2个条件，那么怪物在攻击我们的时候，它亮的是金光，我们就可以对亮金光的怪物按空格进行格挡。这2个条件只要有任意一点不满足，比方说现在我右下角的支援点数已经归0了，那么怪物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触发队友的支援格挡了，攻击我们的发光的颜色也会变成红色而不是金色。在发红光的时候，我们就算按了空格键，我们触发的也是和右键效果一样的闪避。总而言之，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闪避和队友支援格挡之间的区别，列了一张表给大家清晰易懂，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哦。为什么我说队友支援格挡比闪避的收益要高呢？因为2种类型的队友支援格挡都有不同的效果，一种可以让对面累积大量失衡值并打断大多数攻击，还有一种可以让对方的行动大幅度减慢，这都是闪避没有的收益。不管是在闪避后还是在队友支援格挡后，我们都可以直接按左键对对面进行一个追击，这个追击的伤害往往是非常高的。接下来绝区0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来了，失衡值。每个敌人的血条下面都有一个黄色的条，这就是它的失衡条。失衡条可以通过格挡来累加，或者可以通过攻击敌方来累加。当失衡条满了的时候，我们用重攻击攻击满失衡条的敌人，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连携攻击模式。这样切出你想要连携的队友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出非常高的沉蹲伤害，这一个伤害可不亚于大招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敌人头上的这一个失衡条哦。总而言之，我玩绝区0那么久，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如果你只会无脑 A 无脑 E 的话，那么你只配打一个刮痧伤害。绝区0这个游戏的主要伤害来源有3个，第一个是大招伤害，第2个就是闪避反击和格挡反击伤害，第3个就是通过打失衡敌人打出来的连携伤害。所以在绝区0的战场上，你所要做的不是无脑 A 和 E， 而是要观察哪个敌人头上冒光了，然后哪个敌人的失衡值满了，赶快去重击他一下，这才是重中之重。最后一个战斗机制，在战斗中有一个叫做战斗反击的东西，如果我们的角色被击退或者击飞很远的话，可以触发一个战斗反击。那这个时候我们按空格可以召唤出队友进行反击但这个伤害呢不算很高，是用来化险为夷的。说完了所有在战斗中的操作，我们再来说一下绝区0的元素反应。那说是说元素反应，其实绝区0的元素反应非常简单。绝区0一共有5个元素，物理、火、冰、电还有以太，其中火、电还有以太可以归类为一类。为什么呢？因为这3种元素非常相似，火、电还有以太都是对敌人造成一定数量的伤害的时候，可以对敌人造成持续性伤害。不同的地方在于，火属性比较克制生物类敌人，而电属性比较克制机械类敌人，以太属性比较克制能源类敌人剩余2个属性物理和冰属性比较特殊。物理属性，如果我们持续用物理输出打对方的话，我们将会附加给对面畏缩效果，畏缩可以让目标的失衡值大量提升，让我们快速打出连携伤害。至于冰属性呢，冰属性可以冻住敌方，并且触发有伤害的碎冰效果，并且冰属性可以让我方的暴击伤害得到提升。如果我们同时用2种不同的元素持续攻击敌人的话，敌人会进入一个紊乱状态。紊乱可以让敌人额外造成伤害，并且失衡值再次大量提升。最后，每个角色除了不同的属性以外，还有不同的定位，
分别分为强攻、击破、异常、支援还有防护啊。那屏幕前的你中文都看得懂啊？大家想知道这些职业分别是什么定位呢？暂停着看一下这些文字就完事了。对于我来说，这些不同职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区分一下某个角色什么武器可以带，什么武器不能带而已。怎么样？本期视频是不是把绝区0的所有战斗系统、战斗机制都讲得非常清楚，属于是嚼碎了喂给你了？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求一个一键3连，不过分吧。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绝区0这个游戏的各种氪金点和干点分别在哪。说实话啊，基本和原神和星穹铁道相同，分别为限定池、常驻池还有武器池。角色的话是90抽一个保底，然后武器的话是80抽一个保底，然后角色的概率呢，初始概率是 0.6%， 然后算上保底呢，概率是 1.6%。武器的初始概率呢为 1%， 然后算上80次保底呢，综合概率为 2%。武器是有 75% 的概率会出专武，然后角色呢是 50% 的概率，就和星穹铁道一模一样。其他的氪金点包含小月卡、大月卡以及礼包商店的种种啊，还有这一些648之类的氪金模式，总而言之，要点中点的米式氪金模式。最后一个氪点就是角色的命座了啊，就是这个 A、B、C、D、E、F 这个。说到这里我就想吐槽了啊，如何评价这个游戏？我已经氪了很多钱了，然后我抽卡黄的4次。有3个都是猫公幼奈啊，我受不了了，他喵了个逼的！哎，这个游戏我黄了4次，我居然只能组双黄队。说完了氪点，我们再来说游戏的干点。第一个，角色本身的等级；第二个，角色的技能等级；第三个，角色的圣遗物；第四个，角色的武器等级养成。哦，对了，氪点还有一个武器的精炼啊，武器最多可以精炼4次啊，这个刚刚忘记说了。以上就是绝区0这个游戏的氪点和干点全展示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接下来我来说一下3册对比2册绝区0，我认为2个最大的优化啊。第一个优化就在于2册的这个叫做邦布的战斗宠物呢，它是要靠抽的，而3册是免费送的。我估计公测也是免费送的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叫做 N 券的东西来兑换邦布 ，S 级的邦布也可以兑换到，可以大大提升我们战斗中的体验。除了邦布以外，3册对比2册，我个人认为角色的建模有所变精致啊，然后呢，整体的画面也调亮了一点，舒服了一点。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个人感受，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感受呢？以上2个优化就是3册对比2册最重要的2个优化啊。那么3册还有没有什么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改进的地方呢？有，我只提一点啊。其实这一点我在2册的时候我就提过了，那就是绝区0这个游戏我们在做主线任务的时候，我们是做不了其他的事情的。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进行着主线任务，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我自己累了，想睡觉了。这个时候，我想把我的体力给用完，然后去睡觉，不造成这个体力浪费呢，我是不行的。它会提示我现在做不了其他事，我一定要先把主线任务给弄完，我才能去打其他的副本啊。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如果公测能把这一点改了，那就更好了啊。除了这一点以外，这个游戏我也就挑不出什么骨头了，毕竟是一个很优秀的游戏啊。以上就是个人对绝区0 3册的所有概括评测了，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喜欢的话还不要忘记点一个订阅哦。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